有缘人请铭记这条建议，不要试图挑战那些拥有灵性的女性，因为她们与众不同。不要误将她们的仁慈和宽容视为弱点，她们能洞察所有的轨迹，她们的智慧源自于生活的神奇力量。换作其他人，可能无法像他们那样做得出色。他们不仅能摆脱困境，还能保持善良。这样的人是世间难能可贵的宝贝，即使没有人援助，上天也会见证他们的努力。不要怀疑这样的人的存在，他们拥有灵性，不争斗，不抢夺，不追求物质享受，从小就非常仁慈。他们的生命里似乎隐藏着某种使命。心态正直的人接近他们会得到好运，而那些心怀不轨的人若想欺负他们，很可能会遭到他们强大生命力的反击。他们的性格通常是谦逊和内敛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些女性，她们外表看似平凡，但内在却拥有强大的能量场。她们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神秘而迷人的气息，她们的能量磁场异常强大，能够敏锐地感知周围的一切变化。无论是微小的气息波动，还是强烈的情感波动，如果有人想要欺负或辜负他们，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。在一些灵性之人看来，这种女性并非普通人，而是被老天选中的人，拥有着与众不同的使命和经历。他们不仅自身具备强大的能量，还得到了上天的暗中庇佑。如果遇到这样的女性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因为她们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宝藏，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幸福和美好。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去接触这些被上天庇护的天选之女，会发现她们往往拥有以下10个特质。第一，这些天选之女对高贵有着独特的理解，她们所追求的高贵并非表面的华丽与奢侈，而是源于内心的纯净与高尚。他们热爱自然与真实，与花草树木、小动物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充满热情。他们对文化艺术充满热情，视其为心灵的食粮和灵魂的栖息地。在他们看来，高贵意味着与天地同呼吸，与万物共命运，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。第二个特质，这些天选之女性格独立，喜欢独处，享受一个人的时光，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孤僻或不合群，相反，她们待人友善，真诚热情，总是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人。他们重情重义，对朋友和家人无比忠诚，同时也有着坚定的原则和底线，不容他人轻易侵犯。第三，这些天选之女身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，
他们既保持着童年的纯真与好奇，又拥有成年人般的坚韧与智慧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阳光下的嬉笑与风雨中的坚韧并存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他们用童真的眼睛看待世界，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奇迹，同时他们也具备应对生活挫折的勇气和毅力，展现出令人敬佩的坚强。第4个特质，他们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灵性，能够感知到常人无法察觉的微妙变化。他们与高维度的能量产生连接，依靠心灵的直觉和感悟来指引自己的行动。在他们的世界中，做事不再依赖于逻辑和大脑，而是凭借一份来自内心深处的智慧。这种灵性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从容和自信，成为引领潮流的先锋。5. 他们的内心强大而坚韧，能够抵御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和困境。在关键时刻，他们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耐力，展现出雌雄同体的特质。他们并不因此变得冷漠无情，相反，他们内心柔情似水，善于用温柔的力量去化解矛盾和冲突。他们懂得如何用关怀和理解去安慰他人，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温暖与关爱。6. 这些天选之女智慧过人，却从不张扬炫耀。她们喜欢保持低调和单纯，不愿意卷入复杂的纷争之中。她们善于观察和分析，能够洞察人心和事物的本质。他们并不会因此变得傲慢或自大，懂得谦虚谨慎，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想法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的观点。7. 他们的善良是天生的，具有极强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。他们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痛苦，因此常常默默地为他人付出，却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情感。他们的悲天悯人之心，让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存在之一。他们总是愿意为他人着想，用自己的善良和关爱去温暖这个世界。8. 这些天选之女对金钱和物质的态度相对淡薄，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爱钱财，而是因为她们更注重精神上的追求和满足。她们在前世已经拥有过荣华富贵，因此在这一世中更加注重内心的修炼和成长。他们不愿被世俗的束缚所限制，更愿意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方式。9. 他们言行一致，做事直来直去。他们不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，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、真实想法和感受。他们喜欢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，不喜欢过于复杂和繁琐的事物。他们相信，真实和坦诚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。因此，
总是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他人时，这些天选之女深知真正的强者并非仅凭表面的强硬和嚣张，而在于内心的柔软和智慧。他们善于运用温柔的力量去化解矛盾和冲突，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他们的包容和理解。他们懂得在不同场合下展现出不同的态度和风格，用智慧和机智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记住这个忠告：不要去招惹有灵性的女性，因为她们与常人不同。不要以为她们的善良和心软就是弱点，她们能够看透所有的花招。他们的智慧来自于生活的磨砺，换了别人，未必能够做得像他们一样好。他们不仅能够走出困境，还能够坚守善良。这样的人是人间难得的珍宝，即使没有人帮助天，也会看到他们的付出。不要怀疑这样的人的存在，他们具有灵性，不争不抢，不追求物质，从小就非常善良。他们的生命中似乎暗藏着某种使命。心态正的人靠近他们会获得好运，而心态不正的人若试图欺负他们，很可能会被他们强大的生命力所反噬。他们的性格低调内敛，不张扬，但一旦与人相处，就能感受到他们独特的气质。有说法认为，金钱和爱情是灵性的敌人。一个拥有高灵性的女性，往往对物质和爱情具有强烈的免疫力，因为身心自在才是他们永恒的追求。灵性越高的女性，生活中越难有大的物质和爱情收获。在他们看来，凡夫俗子看重的东西都不值一提，都是过眼云烟。灵性高的女性待人真诚，她们看似平凡，却能塑造出一种让人感觉舒适的气场淡雅，不争无为。这样的气场很养人。灵性越高的女性，生活越轻松越幸福。当我们还在抱怨世道不公、遇人不淑时，他们早已开始向内看，反求诸己。当我们被生活折磨得焦头烂额时，他们已经处于借假修真的状态。与灵性高的人相处，你会感到自在和舒适。他们的存在让你发现，生活可以如此纯粹和简单，没有复杂的弯弯绕绕人情世故和闲言碎语。他们不擅长处事圆滑，但却是长情的人。他们看起来平凡不引人注目，因为他们专注于内心，不善言辞，但真挚而谦逊。他们处事能刚能柔，触及耳音。灵性越高的女性功力，心越不强，因此在世界上很难发大财，很难陷入爱情，也很难与人纠缠。因此，他们的生活越轻松，越幸福，越知足常乐。
而灵性越低的人，可能会遇到更多难题，越矫情，越纠缠。他们默默聚集善缘，成为善的磁场，知足中，长乐淡泊中，进取。灵性高的人，往往也是经历过涅槃重生的。他们都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，难以理解在孤立无援时的无助和煎熬，见证了人性的阴暗和信任的坍塌，但最终选择了回归，纯粹变得释然，不再计较。他们从天真到黑化，是为了自我保护；而从黑化到纯粹，是为了心灵的觉醒。觉醒后的他们不再受外界影响，内心像大海一样宽广。不依靠男人的女人往往具有灵性，因为他们不贪财，也不物质，不会依赖男人来提升自己的地位。他们有自己的资本和底气，优越的人品和正直的三观。对他们好的人，他们不会亏待对他们狠的人，他们也绝不容忍。老话说得好，10个漂亮的女人也比不过一个有灵气的女人。他们的眼神在专注和思考时显得特别清高而冷漠，给人一种俯视人间的感觉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高冷，而是因为他们对一切都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。他们的内心像大海一样，能够容纳很多灵性越高的女性，越能够展现出这种独特而强大的魅力。讲完天选之女再来讲其中12种女人最旺夫的面相。关于女子面相旺夫的解释：一个家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，那么男人是女人，另一半女人是男人的另一半，这是易经的阴阳。那么从男人的面相能读出他的女人，从女人的面相也可以读出他的男人。所谓的旺夫，并不是这个男人命不好，娶个旺夫的女人命运就变好了。如果是破败的命，也娶不到好老婆的，那么必定是女子面相符合丈夫有成就的规定，才会嫁到一位有能力的男人。旺夫相不等于美女脸，能旺夫就是他们的优势。那怎样的面相才是旺夫的面相呢？女子一生重寒者，贤妇相书提到，女子若面部丰满，下巴方圆有力，则被视为贤惠且富贵的面相。与此相对，若女子面部呈到三角的锥子脸型，则被认为财运不长久，且缺乏仁义；而面庞饱满，腮骨不突出，无刀削感的女性，则被认为是旺夫的面相。神静色安者贞洁，女子若气定神闲，稳重端庄，则被视为贵妇，眼神平和且有神，无恍惚焦躁或不安之态，则为神静色安，则指女子身形秀美，行动落落大方，
无慵懒气息，无浮躁，浮华之气。面色一亮，则红润为佳；既暗淡发乌。拥有此面相的女子，往往对爱情忠诚，对丈夫和孩子的投入超过自己，属于相夫教子、家庭和睦的类型。发青黑，如细丝者鬼妇。根据《黄帝内》已经头发黑，如青丝。肾气充足，生育能力强，能养育智商高的孩子。女子的头发因颜色青黑、亮泽、干黄等胃不良发致黑发女子，往往运势稳定，自身发展也较稳定。女人嘴型看旺夫，口大能干，齿其甜蜜。如今，口大女性的交际能力被视为优点，嘴唇色泽偏红，齿列整齐，不尖不包齿。色偏白的女子与丈夫关系甜蜜，感情生活美满，能够享受美好生活。他们性格中庸，不情绪化，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。善解人意的个性使家庭凝聚力增强，夫妻感情自然坚实。但口大的女子心性偏野，不会受家庭束缚，社会交往应酬也会多，接触异性的机会也多，容易受到不良男人的诱惑。女子眉形看旺夫眉形，柳叶纤长柔软，眉形弯曲幅度大，呈弧形的眉毛，且从眼头长长的到达眼尾后方，属于柳叶眉。拥有这种眉形的女子，心地善良，心肠软，有帮夫运。由于拥有此眉形，女子并不多。女子眼神清澈，眸子正旺夫，眼神清澈，眼睛稍大，眼珠黑白分明的女子多天真开朗，带点孩子气。她们进退有礼，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气。因为命好多以正面思考看待世人，尽管人生有低潮与挫折，面对逆境时会有克服与转移的思想，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可与丈夫共患难。女子两耳饱满，贴头，耳珠厚大，衣食无忧，而诸侯大自然是命好，不怕运来磨。由此而向的女子金钱运，朋友运气帮扶运均相当不错，待人宽厚，尤其对丈夫子女会体谅其心情。所谓有福音又有人缘，家人一定能接收到他的福气，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诸侯大的女子，金钱运朋友运己帮扶运均相当不错，而相好的女子因为盛开俏于耳，所以生育能力强，并且性格淡泊超然。女子声音柔和，旺夫，声音柔和，温柔体贴，
声音柔美甜润中其怅望的女子，即使面貌平凡，也能嫁的条件相当不错的男子。这类女子个性多半温柔体贴、持家，有道是典型的贤内助，让丈夫专心出外闯天下。中气十足，则表示她的身体强健，尤其是语出丹田者，表示心气相通，婚姻会和谐幸福。如果女子嗓子如破锣，或者女子男生的克夫不止了，女子全员朝呼，旺夫，两全要亮，旺夫一子。女子面相重，颧骨高度要贴近眼尾，并且有肉包住，而非突出颧骨那种，便属旺夫。一子下，他们对家庭及丈夫事业皆有帮助。相夫教子，头头是道，女子忌讳。颧骨高凸或者凹陷，女子人中清晰旺夫，人中清晰聪明。高寿有帮福运的女子人中与女子的肾气相关联，人中有沟渠边缘清晰的肾气充足，生育能力强。这样的女子嫁人后，家庭基础深厚，男人能够思考与策划人生事业。女子具有清晰深长的人中，必定是生育能力强，子女多具智慧遗传，心存孝道，聪明多福，成就一定高人一等。人中形美也是长寿。以上这些面相特征，虽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全部命运，但它们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女性性格和命运的线索。一个贤惠独立、善良温柔的女性，无论她的面相如何，都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。而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性，不仅仅是外表的美丽，更是内心的丰富和坚韧。让我们在欣赏面相的同时，更注重女性的内在品质，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。给各位有缘人一个忠告，切不可小瞧那些长相年轻的女子。一个女子看上去远比10几年明显的年轻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你务必要与她结交为友，只因这类女子都绝不平凡。相由心生，心慈则颜美人心，善则面善。心若美好，自会有光芒闪耀；心若良善，步步皆散发芬芳。心有多纯净，福泽就有多深厚。你的心决定住你的容貌，你的心便是你的风水，你的相貌便是你福报的呈现。因为福报大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。一个内心真诚之人，往往会由内至外流露出来，根本藏都藏不住。一个心有领悟之人，也会在相貌上显现，很难切实地隐藏起来。有人讲，30岁以前的相貌是父母给予，30岁以后的相貌则是自己修来的。这种说法我甚是认同。
毕竟人的相貌虽说有天生与遗传的因素，但依旧会因心而变。倘若你天性善良，你的相貌经常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可要是你天天干坏事，相反，你的相貌大多会越来越难看。这便是相由心生的道理。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，不知你是否留意到，人的相貌与心态也存在很大关联。一个人要是心态年轻，相貌也会显得年轻，这便是相随心转的道理。所以说，人的相貌实则是言行以及内心的投射，这些皆是从慈悲忍辱积福中得来。倘若你能一心向善，时常修善，诸恶莫作，遇到事情时懂得忍辱，不生气，不抱怨，那么时间久了，你的相貌自然会越来越好，你的福报自然会越来越大。所以一定要共同修习，我们的福报为自己与后代子孙积攒福报。即便以前你的所作所为或许有损福德，可只要此刻开始忏悔，努力改正，相信一切都不会太迟。王阳明说，相由心生，你的外表藏住你的人生之道，你的脸也是你的命。相由心生，一般指的是一个人，倘若心地善良，慈悲宽容，那他的相貌就会慈祥柔美，气场强大。那什么样的女子面相好呢？其实面相好的女人都很喜欢笑，因为心态好，不会斤斤计较，不会乱发脾气，心中有爱，眼中有光。女子养生贵在养相，相由心生，相随心转，心宽福自来。要想相貌美丽，先做个心灵美好的人吧。听闻这样一种说法，女人的容貌在30岁以前取决于父母，30岁以后则靠自己。一个人的五官乃是天生的，然而气质却是后天修炼的来的。你所读过的书，见过的世面，持有的心态都会在脸上呈现出来。沈殿器是修炼容貌，活出最为美好的模样。相由心生，美貌亦是一种福报。任何福报皆有其必然之缘由，恰似财富源自施舍，尊贵源于清宫一般美丽的容颜，来自如何善良的心境。慈悲心已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比较富有爱心之人，往往会由内而外散发一种超凡的光芒，让人越看越觉得顺眼与发喜欢。与其接触，多去修习自己的心，修习自己的德，生活才会变好。有一位禅师曾言，生命的最高境界乃是滋养心灵，而非为了满足贪欲物质的风口，并不能决定你是否幸福。真正的幸福
实则是心灵的满足。把心休息好了，相貌就会变美，命运就会变好。抱怨的人，命运困苦；感恩的人有福报。所以，30岁以后的相貌，便是由此刻的心念善恶所决定。倘若你生来五官端正，气质端庄，身体健康，这便是前世积累的福报。倘若你对自己原本的面相不满意，那今世的每一天都可视为修好面下的契机，甚至会负责后世。佛家有言，一切为心造。若想拥有一张饱满的佛像，就要充实自己的内心，提升自己的修为，心中怀有爱意，保持善良，多做善事，待人真诚。生活中的细微知识会影响我们的内心，进而影响我们的长相。相由心生，一个没有嫉妒心、憎恨心而有慈悲心的女人，必定是最美的。所以，要将重点放置于修炼自己的内心之上。心态好了，境界就会随心而转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。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心善人美女子30岁后要如何修炼人美福报呢？以下分享几点，希望对所有女子有所注意。愿所有女子都能修炼出一幅福气满满的福。像一没有嫉妒心的女子，其神态会是那般恬静，面容如同秋月般静谧，优美又灵动。而没有狠戾之心的女子，往往具有柔顺似水的品性，眼中凝聚着光芒，清纯且水灵，言语清晰，还常常随喜赞叹别的女子能构图，妻如兰，造就出甜蜜动听的声音。3不邪淫的女子，能够获得高贵圣洁的模样，气质优雅、秀丽、端庄，惹人怜爱。似灵秀而不娇慢的女子，能够长久保持朴实清纯，拥有如山泉般涓涓流淌的美，但无常常进行怜悯而不缺失的女子，对万事万物有着平等的爱心，从而生出如母爱般的光辉，成就光彩照人的慈和之美。6不贪婪不抱怨的女子，神气纯净且内敛，能够拥有丰满圆润的体韵，并且还有一种柔软无骨的美感。倘若你见到一位女士，慈眉善目，庄严相好，那应当想到的是，那看不见的气在支撑住，犹如汽油在润滑着一般。若你靠近一位男士，感觉很有安全感，一股正气随之而来，那也无需质疑他一时极具德行。气量无形的东西始终掌控着有形的物质，它极为纯净不动，邪思妄念，没有恶意习气，
活在使命的专注之中，活在付出的慈悲之中，允许并接纳了一切的存在与发生，始终保持住于乐平和与宁静。他觉醒了，领悟了生命的意义。修心会让自己的身体逐渐回归，接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得到滋养与修复，而气质实则是由心而生的。真正开始修心，会在气场上给人一种宁静舒服的感觉，所以修心的人会变得愈发美好，愈发好看，在不知不觉间就修了自己的容颜。这个世界其实空空如也，整个世界其实都只是你大脑投射出来的幻想罢了，所以才有了心学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心生万物。当你弄明白了你的心才是你的一切根源之时，你不会再向外求，而是开始向内求了。将你内在的能量唤醒瞬间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是你的。因而，我们要大度地看待世界，从容地面对生活。一个人内在的能量越高，向外的显化也会越发轻盈，越发年轻。一个人长期自律，由内而外散发的能量，也会让相貌越来越端正。一个人内在爱的能量越满，就会从内心散发出慈悲的能量，面相自然也会越来越美。倘若你是一个爱着别人，也被爱的人，倘若你是个先爱自己，再爱别人的人，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。但要是你既不去爱，也不被爱，还四处去索取爱，却总感觉得不到爱，那你就会越来越老。所以美是从内心出发的新美人才，美真正的相貌都是修出来的。女人过了30岁，容貌的却会改变你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种情绪都会在你的脸上呈现出来。比如小气的女人眼中总是透露出精明的光，别人一看便知她爱计较。爱生气的女人总是嘴角向下耷拉着，一脸不开心的苦笑。爱忧虑的女人被负面的想法困住，眉头也会越来越紧，皱纹只怕会更多。如果是内在快乐且充满爱的女人，她会拥有一副慈眉善目，面部生动，眼睛灵动，让人看到了也会被感染到她的欢喜。所以女人30岁后的容貌是自己修来的。今日我们内心所经历的磨砺，便是明日他人所见到的模样。岁月从不亏待美人，伴随时间闪电下来的，便是你身上最为独特的气质与韵味。众人皆言好女如佛，夸赞女性美貌的极致，并非美女，而是菩萨。每当我们提及菩萨相之时，
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温婉可亲、端庄玉润的女性形象。菩萨不但寓意着女性美好的容颜仪态，更包含了女性慈悲纯良的品质。菩萨这个词甚至消除了审美方面的性别差异与对立。从未有一尊女菩萨的形象会出现男人爱女人多的亲信，更不会有人将男权社会下红颜薄命、红颜祸水等贬低歧视女性的词汇与女菩萨相联系。由此可见，貌如菩萨乃是中国传统审美的至高境界，是国人集体审美的共同投射，与宗教信仰无关，与性比较，亦年龄无关。菩萨本是佛教里的音译词，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的简称，可意为觉悟有情及一切，有情感、有灵性的生命觉悟之意。佛家的生命观极为宏大，不但人类是有情众生，猫狗等动物也是有情众生，世间的万事万物以物质形态划分的有色无色，以意识形态划分的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等等，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皆是有情众生。在印度，菩萨皆为男性，通常是伟岸俊美的男子形象，而且佛经中说，一切诸佛菩萨成就菩提，是非男非女，随机应化，体现出众生平等，无有高下的基本教义。然而，当佛教传入中国后，菩萨的形象便开始发生了变化。隋唐时期，观世音菩萨就都变成了女神，如代表般若智慧的文殊师利，菩萨形象也逐渐呈现出女性化倾向。这也反映出中国人对女性的潜意识崇拜及审美理想。慈爱端庄，温文典雅，胸怀宽厚，博爱无私。由此，宗教信仰融入了审美艺术审美韵味，又为宗教信仰增添了魅力。二者相辅相成，交相辉映。菩萨作为佛教文化的形象代言人，其仪态容貌已深深融入人们的集体意识之中，也为佛教文化在中国民间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基础。佛经上说，菩萨们庄严殊胜的相貌并不是偶然得来的，每修100福才庄严一下。菩萨修行要经过100大劫才能成就相好。比如，佛陀本人在因地修行时，由于精进不懈，经过91劫才圆满了相好的果报。所谓像是指显而易见、一目了然的外貌特征，比如佛有手指细长，皮肤润泽，身形端直，两肩圆满，两颊浓满齿白其密等32种。相好是仔细为难，见不易察觉，但能使人生起欢欣喜爱之心的外貌特征，比如眉如初，
曰：尔后修长鼻高，不见恐随众生之意，何悦于语？自毛孔出香气，光照身而行，等是众生不轻众生等80众号，两相合称为32相80众号。在《金刚经》中提到32相问题时，佛陀强调：若以色见我，以应声求我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意思是转轮圣王也具备32相，如果仅仅以相的形式来寻找如来，就会把转轮圣王母当作如来。若以美好的色相悦耳的音声生来寻觅，真如佛性，那是一种邪知邪显，并不能领悟如来真相。同样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纵使再怎么如花似玉，天生丽质，也经不起岁月的推敲，打磨韶华终将随水逝去，挽断罗衣亦留不住。既然我们的容颜只是空花一现，还有必要花100大劫时间去修正容颜吗？美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共振，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瞬间摄受。所以我们看到自古流传下来的每一尊佛菩萨像，无论泥塑、铜铸木雕、壁画，皆是殊胜绝伦，令人羡志，顿觉可亲可敬可信赖，心灵很容易受到感染和震撼，乃至全身心托付之情油然而生。这既是拜佛像可以受益的真实含义，因我李汝因为所拜的佛菩萨的形象，激发起了来拜者的恭敬心、清净心、信任心、喜悦、心向善心等拜者因此身心活益。所以拜佛就是拜自己的心，拜自己内在的佛性。人人都说好，女如佛，面如满月，目若青莲，低眉生慈，回眸肃穆，步步生莲。吐气若兰行，则上善动，则若水生而为。女人本自具足着一切美好的潜质，只因凡尘覆盖，一时无法显现出来。所以女人一生修行的首要目标就是恢复和重塑自己的菩萨相。有菩萨相的女人所到之处，都洒满阳光，所遇见之人都心生欢喜，如沐春风。所生活和工作的场地的，都充满向上的能量。这样的女人，永远不必依赖于男人，永远不必计较男人的是非评判，永远不怕年华逝去，失宠于男人。世间的幻变万千，皆因内心意念而起，有什么样的心境，就有什么样的面相。女儿的五官七窍就是一颗玲珑心所投射出来的相，而所谓面相，并非一定要貌比天仙才是好。除了先天的五官形状外，气质和神韵才是一个人类精神终极表现。
也是真正可以保证你笑到最后的底牌。美乃是源于心灵的一种共鸣，是眼耳鼻舌身意瞬间的出发，故而我们能够发现，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每一尊佛菩萨像，不管是泥塑铜铸木雕，亦或是壁画，皆是精妙绝伦，令人一见到辩论感亲切，可敬且可信赖，心灵很容易就受到感染与震撼，乃至全身心托付的情愫自然而然的产生。这便是拜佛像能够获益的真实内涵。因为所拜的佛菩萨形象激发起了朝拜者的恭敬心、清净心、信任心、喜悦、心向善心等等，朝拜者也因此身心活跃。所以说，拜佛其实就是拜自己的心，拜自己内在的佛性，那庄严美好的形象，哪怕仅仅是一尊泥塑木雕，竟然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精神效用，引得千百年间无数众生虔诚，顶礼膜拜，香火绵延不绝。更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子呢？人人皆言好女似佛，面容如满月般圆润，眼眸似青莲般澄澈，低眉时尽显慈悲，回眸间满是肃穆，步步犹如生莲吐气，恰似幽兰行位，秉持上善动作，仿若弱水。身为女人，本就天然具备着一切美好的潜质，只是因为凡尘的遮蔽，一时难以显现出来罢了。所以，女人一生修行的首要任务，便是恢复和重塑自己的菩萨相。拥有菩萨相的女人，所到之处皆洒满阳光，所遇之人皆心生欢喜，如沐春风，其生活和工作的场所都充满积极向上的能量。这样的女人永远无需依赖男人，永远不必计较男人的是非评判，永远不担心年华流逝而失去在男人心中的地位。菩萨的相乃是历经劫难修得的世间，每一个女人的相貌，又何尝不是修来的呢？相由心生，貌随心转，世间的万千变幻，皆因内心的意念而起。拥有怎样的心境，就会有怎样的面相。女人的五官相貌便是一颗玲珑心所投射出来的模样，而所谓面相，并非一定要貌若天仙才算好。除了先天的五官形态外，气质和人韵才是一个人类在精神的终极呈现，也是真正能够确保你笑到最后的王牌。往昔的一切起心动念、心态、性格、言行举止，经过30年的日积月累，最终都会在脸上留下痕迹，并且日益显著。岁月这支笔是公正客观的，它总是有意或无意的在你的脸上勾勒出内在的信息，而这位执笔之手
恰恰就是你自己是你常流露出来的面部表情以及言行举止，恰似呢相好记载着菩萨累世修行的信息。凡人的面相也能看出他的过去和未来。曾国藩在他的传世奇作《兵谏》中透露了自己的观人之道，即透过人的神色色余之下，便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前途。古往今来也有许多术，是依据面相来推测人未来运势。其实相术不过是一种经验的积累，相由心生，通过脸能观其心念以及信念所指向的未来这种能力。我们人人都有一个人，是宽厚柔和还是性情暴戾，是诚实敦厚还是尖酸刻薄，往往一眼便能略知大来。其秘密就在于动心，其念之处。就念头与命运的关系而言，念头久了就会演变成情绪，情绪久了就会变成性格，性格久了就会变成命运。就念头与面相的关系来说，念头久了就会显现为表情，表情久了就会凝固成面相。此面相便是所谓命运的投射心，才是面相的关键。看相不如看心，倘若我们观察得足够细致，便会察觉人的相貌气质每天都在出现细微的改变。正所谓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，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要相信相貌是能够逐步变化的美好的姿态，和善的神情会从内至外散发出一种吸引力，使现道的人如沐春风，进而跟从效仿。每一个女子那再都隐匿着一尊菩萨。身为女子，你本就天然具备，本就圆满，你无需剃度，就能够成为一个行菩萨道的人。你无需披上袈裟，就能够为众生广泛种植福泽之田。人生不存在最好的年龄，唯有最好的状态。修炼自己内在的精神灵魂，当内在的灵魂得到滋养了，外在的精神自然会更加年轻。当你在内再种下了一颗慈悲之心，你在外在自然就会显现出一张慈悲的面相。若要拥有好相貌，首先得心灵美相由心，人生心地善良，才是最为高贵的相貌。这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菩萨相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，有些人的现身，或许仅是为了短暂地伴随我们走过某段路途，而另有一些人则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深重的创伤。在这滚滚红尘凡俗人世中，我们与他人打交道，难免会有不愉快的遭遇，甚至可能遭受欺负，有时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受到伤害。经历这些毫无疑问会使人感到迷茫和痛苦，不理解自己为何会遭到这样的对待。其实这些状况的发生并非毫无缘由。
在当今社会，有一个听起来稍显残酷的现实，那就是所有欺负你的人都是有意为之，并且他在欺负你的时候就已经权衡过利弊，他会不断地进行对比，最终选择伤害你。因为伤害你，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欺负你。他不但能够获取自己想要的快感或者好处利益，而且你还没有能力还击。有缘之人，请想想自己身边的经历是否如此。世上之人成千上万，我们这一生将要遇见的人数不胜数，而能与我们产生交集的人也是多不胜数。然而，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，每个人都奔着利益去做事，真正能与自己同频的人少之又少。所谓千金，以求知己难遇，真正能与你交心的人，可说是凤毛麟角。其实这也无关紧要，怕就怕身边的朋友中有那种损人利己的小人。那些面善心黑的人，不会把内心的算计写在脸上，但是与之相处，观察其处事方式，就能知晓他的内心是白还是黑。身边出现的许多人都有可能是你生命中的劫难，如果能早点识破，就能化解这场劫难。经历的多了，自然也就会知道，身边那些欺负你的人，无非就是以下几类。第一类人是那种总是将你视为工具的人，他们与你交往并非是因为真心欣赏你，而是看中了你身上的某种价值。在他们眼中，感情和友情只不过是利益的交换而已。他们会在需要你的时候对你百般讨好，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他们便会无情地抛弃你。这样的人，他们的热情总是伴随着利益的变动，而起伏与你之间的交往也充满了算计和欺骗。与这样的人交往，你不仅会失去真正的友情，还可能陷入无尽的麻烦和痛苦之中。面善心狠的伪君子，此类人表面上说要帮你，背地里却是来害你的。他们多数都是口蜜腹奸之徒，当着你的面和和气气，背地里却耍心眼使坏。当你遇到困境时弱，有人主动前来帮忙，这本应是件令人高兴的好事。然而，你务必要弄清楚对方的身份。若是那种莫名其妙突然冒出来的人，大概有80%的可能是伪君子。表面上，他看似是个极其诚恳的人，私下里却是丁点都见不得。你好，要明白，对你笑脸相迎的人，未必就是好人，而对你当头棒喝的人，未必就是坏人。第三类人乃是那些喜爱窥探你隐私之人，他们似乎对你的生活充满了浓郁的兴趣，总是想要知晓你的每一个细节。然而，
他们的好奇心并非出自关心或善意，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或是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他们或许会将你的私事当作谈资，甚至在背后对你进行无端的揣测和诋毁。与这样的人交往，你会感觉无比的压抑与不安，因为你永远无从知晓他们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卖你。第四类人是那种指挥索取的人。一段健康的关系，滋养和帮助应当是相互的，而这类人平日里几乎不与朋友联络感情，只要一现身，就是向朋友寻求帮助，纯粹的拿来主义者。起初或许有人会帮助他，可他却从不感恩，还习惯将我们这关系还客气什么挂在嘴边。他们不光在情绪上消耗你，平日里从不与你联系，有事时也不帮你的忙，也从不为你的幸福而高兴。但他有烦恼，有事时就来纠缠你，让你心神不宁，向你传递负面情绪。5. 道德绑架你的老好人。这类人对自己的要求颇为宽松，对别人的要求却极为严格。当你与他人发生冲突时，他却息事宁人地让你让步，即便明知你受了委屈，还劝你将事情花销，尤其是在人前，他充当和事佬，让你退一步，让你受委屈，却成全了他的深明大义。他们在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时候，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要求你做一个圣人。大度一点，真正的朋友会信赖你，支持你，在你受了委屈时会站在你身旁挺你，而非在人前一味地规劝你，让你妥协。对谁都好的人，未必对谁都付出真心相待，必定是会为他人考虑的，而非让人受委屈。第6类人乃是那些喜爱揭露你短处的人，他们或许是你的同事、亲戚，亦或朋友，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实则对你充斥着鄙视与嘲笑。他们会在背后传播你的缺陷与不足之处，甚至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来重伤你。他们仿佛老是在寻觅契机来讥讽你，贬低你，借以来凸显自身的优越感。和这样的人往来，你会体会到极端的屈辱与愤怒，只因你付出了真心，却收获了他们的嘲笑与伤害。诚心诚意对待他人，亦期望获取他人的尊重与信任，可偏偏越是如此，越常遭人欺凌。究其缘由，仅有一个，便是心太软。所谓心软，即为你无护身之甲，唯有具备一颗强大的内心，方可使自身免受伤害，或是在遭受伤害后知晓反抗，迅速复原。
然而，心软之人向来不懂自我保护，在面临冲突与伤害时，缺乏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与机敏。他们没有明确的底线与原则，极易被他人道德绑架，轻松突破心理防线。拿捏住这一点，便会反复利用他们的善良与宽容，不断试探并侵犯他们的权益。即便有所抗拒，也会在对方的一再恳求下，稀里糊涂地再度遭受重创。所谓心软，就是你能忍耐心软之人的忍耐力极强，才致使欺人者在众多可利用的对象中选定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无法合理表达自身的情绪与感受，不会勇敢表露自己的不满与愤怒，无法第一时间让对方知晓自己的抗拒与厌烦。就算受了伤害，他们也会躲至角落，独自疗伤，不会与人据理力争。这样的人即便可悲，亦是可恨。所谓心软，就是你好说话。心软的人通常都很好说话，因其性格温顺，善解人意，容易被他人说服。此种特点致使他们在被人欺负时，常常选择妥协与退让，以满足他人的需求。然而，即便妥协与退让了，亦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与感激，反而会令欺人者更加变本加厉。好说话是一种优点，代表着人的随和，但也要学会在适宜的时候说，不在与自身利益冲突时，务必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与原则，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请求，即便与对方关系再好，亦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与底线。如此，行事不仅能够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的伤害，还能有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敬畏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做一个有原则的善良之人。不要以为这样便会伤了人心，能让你舍弃自身利益去迎合他的人，对你从未有过珍惜。那些真正关心并维护你的人，会以你的意愿为先，绝不会逼迫你做出违背自己想法的事情，更不会罔顾你的利益，伤害彼此的感情。心软原本并非恶劣的缺点，却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，成了被人胁迫与打击的理由。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，却也不能一直退缩与忍让，更不要以为他们会有所收敛。当我们对这5种拙劣知识有所领悟，便会知晓带有锋芒的心软是何等重要。一味的原谅和包容伤害你的人，就是对对方的纵容。伤害就是伤害没有底线的以德报怨，只会让伤害你的人更加肆无忌惮，变本加厉。诸多时候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，
就是那些欺负我们的人，并非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你身上的某种利益。人至中年，我们应当学会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。对于那些只会给我们带来创伤与困扰的人，我们需果敢地断绝联系，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值得珍视的人和事上。真正的朋友，乃是与你有虚实，向你伸出援手之人，是在你犯错时予以包容和理解之。人是与你共同成长，共同直面生活挑战之人。直面那些7厘米的人，以下几个应对的准则务必要牢记。其一，我们需认识到人性的反复性。每个人皆有其自身的动机和目的，我们不应纯粹地以善恶去评判一个人，要学会理智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既不过分理想化，亦不过分悲观化。其二，我们要学会守护好自己人，永远只对自己负责。当我们察觉到有人或许会伤害你，亦或已然开始伤害你，就要保持一定的警觉，并与之保持距离。这时便不应向他敞开心扉，这并非冷漠与疏离，而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其三，倘若我们自身尚且不够强大，就切勿原谅任何伤害过你的人，亦不要与伤害过你的任何人和解，因为和解即意味着你选择了退让，并与对方产生共情，你便会继续牺牲和伤害自己。要想永远不被伤害，不看他人的脸色，你必须拥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与能力。如此一来，他人在伤害你和欺凌你之前，就会斟酌伤害你之后所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下。倘若你选择对他的伤害进行原谅与和解，麻烦便会一次又一次地找上你，他对你的伤害也会没完没了。务必要远离那些瞧不上你却又与你为伴之人，他们之所以靠近你，无非是贪图你身上的某些利益。一旦你失去价值，他们便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，甚至恶于重伤。瞧不上你的人，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欣赏你。于生活中，无需为了取悦任何人而委屈自己。你并不亏欠他们什么，无需低声下气。你是否已然察觉，那些想要利用你的人，其实早在利用你之前，就已然开始了他们的精心谋划。这样的谋划可概括为2大方向。其一，他们会为你设定一个罪名，以此作为诱饵，令你在不知不觉间掉入他们的陷阱。在一个偏向儿子的家庭中，父母或许会对女儿说：亲戚们皆言你自私，你都已经上班了，却不给弟弟一点钱。别人都说我女儿不是这样的，你可得好好照顾你弟弟，给
给那些人说清楚，他们早已为你预备好了罪名，让你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此时，你仅有2个选择，要么承认自己的自私，接受他们的鄙夷，要么付诸行动去证明自己的无私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满足他们的要求。然而，无论你付出多少，他们总会有更多的理由来要求你。这就如同一个无底洞物，你永远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。譬如说，你为了证实自身的无私，给弟弟购置了手机，可他们又会讲，买了手机还不足够，还得置备西装。等你购置了西装，他们又会说，西装已有房子呢，车子呢，装修费，结婚，彩礼，生孩子的费用，养孩子的费用，孩子上大学的费用，这些全得由你来出。只要你没办法满足他们的任意一项要求，他们就会斥责你六亲不认，良心缺失。其实要脱离这个困局，并非难事，你仅需坚守自己的立场，依照自己的规划去生活，不被他们的期待所影响。你要清楚，他们之所以如此对待你，并非由于你真的有何过错，而是由于他们想要利用你满足自身的私欲。他们会把自己的寻常付出包装成一个极其重大的人群，反复提及，令你产生愧疚感，从而更为顺从他们的意愿。就好比你的丈夫也许会说，我昔日为了买下这套房子，时常加班加点，累得半死。可你呢，不但不理解我，还要花钱让孩子去学钢琴。听到这样的话语，诸多女性或许会心生愧疚，觉得自己未能体谅到丈夫的艰辛。然而，事实上，买房是一个成年男性应当承担的责任，与你并无直接关联。他买房并非是为了给予你什么特别的恩惠，而是为了达成他自己的生活目标。在商业谈判中，这种手段也屡见不鲜。有些人会把常规的付款条件包装成一个巨大的恩惠，使你觉得倘若不接受他们的条件，就对不起他们。然而，我们要明白，商业交易是双方平等互利的过程，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去满足对方的过分要求。故而，我们要时刻保持警觉，切勿轻易被他人的话语所迷惑。当遭遇他人的利用和诱导时，我们要坚定自己的立场，不被他们所左右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识别那些包装过的人情，不让自己陷入愧疚和被动的境地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方能保护好自己的权益，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切记，恶人固然可怕然，更为可怕的乃是身边的伪装。善良
心机深沉的伪君子，此等人表面和颜悦色，对你笑容满面，看似极其真诚，可一旦背离你，便可能露出狰狞面目，暗中设计谋害你。这种虚假的真诚，比真正的恶魔更为可怕，因他们善于利用你的信任和善良，对你造成伤害。故与人往来之际，务必要是非分明，对这种心机深重的伪善之人保持警觉。你可曾思考过，于生活中最应加以防备的，往往并非那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而是那些终日相伴的同事、亲密无间的好友，乃至是那些与你分享过诸多秘密的闺蜜。当你回望往昔，就会发觉那些曾经伤害你、算计你的人，多数都是对你了若指掌之人。陌生人不敢轻易算计你，只因他们并不知晓你的底细。然而，你身边之人，他们了解你的每一种习惯，每一个弱点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更易寻觅到你的破绽，对你造成伤害。所以，我时常规劝人们要学会隐匿自身，勿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自己的生活与秘密。你以为他们是你的朋友，是值得信赖之人，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。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错信了身边的朋友，而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。人之所为，天之所示，离底三尺有神明。做人可以不信命，但一定要知晓，因果善恶皆有因果相报。做事不可抛弃，良心钱财没了，可以再去赚取；良心没了，人品没了，只会使运势愈发糟糕，道路越行越窄。来佛言，人若欺你，天会护你；人若欠你，天必还你。每个人的所作所为，老天皆瞧，在眼中，种何因得何果。世间因果轮回，举头有青天在示善，是恶终究骗不了老天。世间的一切恶性，终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噬到施害者自身。他们所施加的伤害如同双刃剑，伤人亦伤己。他们伤害你的力度有多大，最终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也将有多么深重。而你那个遭受伤害的人，其实并非孤立无援，上天总会眷顾那些心怀善意之人。他们在伤害你的同时，也在悄然替你消解罪孽，而你自身的福报则在慢慢积累他们的恶行。看似在针对你，实则是在为自己种下更多的祸根。他们并非在攻击你，而是在加速自身厄运的降临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
都是在违背宇宙间的平衡法则，最终只会自食其果。你是一个善良之人，你的好心终将获得应有的回馈，上天会给予你应有的福报，让你一生平安顺遂。